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1945年8月15日正午，台北在一所公学校的操场上，老师呢把学生们赶到了礼堂，收音机一开着，传来了日本裕仁天皇的声音。那是一种很古老的日语，叫文语体，大部分台湾人根本听不懂，但他们能看到日本警察的脸色变了，有些人呢在发抖，有些人在哭。日本的老师呢站在前面，双手握紧，一言不发。广播结束后，操场上一片寂静，然后就有人小声问：战争是不是结束了？日本警察点了点头，转身离开。那背影像突然瞬间老了10岁。那一刻，在场的台湾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是欢呼吗？还不敢，毕竟日本人还在。是要跟着一起哭吗？但为什么要哭呢？因为这根本也不是台湾人的战争，所以人们只是默默地散开，回家等待。但在台湾的不同角落，反应就完全不同。在基隆港，一位刚要去当军属的台湾青年听到消息后坐在码头上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日本战败了，而是因为他的哥哥3个月前在冲绳牺牲了。如果战争早一点结束，这个悲剧就会少一个。再回到台北，一个皇民化的家庭，父亲是公学校的老师，儿子呢在日军当兵。父亲听完广播后，默默地把家里的军刀收了起来，把天皇的照片从墙上取下，藏到阁楼里。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但他知道日本的时代结束了。而在台中的雾峰，林献堂，台湾最有名的士绅之一，正在和朋友们讨论。他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呢要回到祖国了。他开心的要开始筹办欢迎会，准备迎接中国军队。在他的想象里，那会是一支文明之师，他们会比日本人更尊重台湾人，因为那是同文同种的祖国从1945年8月15日到10月25日这70天，台湾就处于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日本人还在管理，日本的警察还在街上巡逻，日本总督府的旗子还挂着，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呢就要快走了。这70天是一个权力的真空期，日本人的政府已经是前朝，但新政府还没来。街上已经开始有人偷偷的挂出青天白日旗，也有人呢开始拆日本的神社，黑市突然繁荣了起来。因为日本人给的配给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台湾人在这70天里不断的问一个问题：中华民国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还有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上这些场景不是老查我编的，这是当时台湾人的真实记忆，从日记、口述史、回忆录里拼出来的。而这些记忆呢，指向一个关键而现实的问题：台湾人在1945年到底心向何往？彼时的台湾再也没有台湾民主国时候的动机和期待，而且呢，在我们第1集里就拆解过，台湾的历史就是接管殖民史，荷兰、郑氏、清朝、日本，每一次都是外来政权来接管。所以1945年的台湾人在等下一个管理者，而此时这个下一个管理者，在大多数他们的想象里，应该是新生的中国祖国，同文同种的母国。但彼时彼刻，所有的台湾人在1945年8月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向往的祖国大陆正在酝酿内战。他们也不知道来接受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权。他们更不知道国民党来台湾要的不是建设台湾，而是榨取台湾。因为国民党需要资源去和另外一个政体共产党打内战，所以台湾人的祖国想象和国民党的台湾定位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这个错位会在几个月后第一次显现。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这一天被国民党定为台湾光复节。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仪式很隆重，街上挂满了青天白日旗，商家贴着庆祝光复的横幅，民众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多人是真心欢迎的，因为在他们想象里，日本人走了，祖国来了，终于不用当个二等公民了。但如果我们仔细回顾这场仪式，可以发现一个细节：陈仪在致辞里用的词是接收，不是光复。什么叫接收呢？那就是我代表某个更高的权威来接管这里。那个更高的权威是谁没错，就是盟军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我们现在就要拆解今天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台湾在1945年法理地位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日本人投降，台湾就自动归还中国了。但事实上，这个归还在国际法上非常模糊。我们还是要看2份关键的文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3年的11月，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
三巨头讨论战后秩序。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第3段写道：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听起来很明确，对吧？但问题来了，第一，这份文件居然只是个新闻公报，它不是条约，没有任何一方的签字，也没有盖章。这样下来啊，在国际法上，它的约束力就不仅仅是存疑的问题了，它甚至只能算是个佐证。第二呢，他说是归还，但台湾在1895年之前是清朝的，清朝在1912年就灭亡了。确实，在国际法上，中华民国 ROC 被视为清朝的政府继承者，因为 ROC 连续行使中国主权，并获国际承认。1912年之后 ，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继承清朝条约，包括对外关系，直到1949年前代表中国。而紧跟着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的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个叙述啊，看起来是确认了，但必将实施不等于已经实施。而且最关键的是，波茨坦公告也没有明确说台湾主权归属于中华民国，他只是说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而事实上呢，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1号，其中第2条为联合国最高统帅第1号命令规定，在中国东3省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至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注意这句话啊，向蒋介石投降不是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这是军事占领的命令，不是主权移交的法律文件。而马关条约里，清朝是明确的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第3个呢，接着更要命的就来了。1943年说的中华民国，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退到了台湾。那归还中华民国这个主体，是指的1949年之前的那个统治全中国的政权，还是指1949年之后只控制台湾的这个政权呢？又或者是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那个政权？这个问题啊，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所以到了这里啊，老查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终极版本的总结。以后这段总结啊，大家呢可以引用啊，作为台湾问题的一个最佳总结。结论就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实未明确台湾主权归属，仅为政治意向。1943年的开罗宣言，它是非约束性的政治声明，而非国际条约，无法律效力。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它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要求日本履行其规定，但同样为政治文件，并未改变台湾的主权状态，仅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而实际落实是依赖后续的文件，有2个，一是日本投降书里的执行军事投降，但其中并未转移主权；二是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里面说明，是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署的，仅是让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但并未指定接收者，因为PRC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均未参与，也均未签署。所以呢，在国际上有个叫台湾地位未定论，认为这些文件未解决归属，所以在国际法上这个问题为存疑状态。那为什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留下这么多模糊地带呢？因为在1943年至1945年，各方的动机完全不一样。美国的动机是打败了日本，稳定了亚太秩序，台湾归谁不是优先考虑，只要不是落入敌对势力手中就行。而英国的动机呢，是保住自己的殖民地，至于台湾是谁的，他不在乎，只要不威胁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就可以。而蒋介石的动机呢，是拿回台湾，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中华民国可以收复失地。但蒋介石当时呢，更担心的是共产党，台湾呢只是战利品之一，不是他的核心关切。所以这些文件呢，是暂时妥协的产物，不是法理确定的依据。各方都想留有余地，都不想把话说死，而这个模糊给之后所有的冲突留下了解释的空间。所以今天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开罗宣言明确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国说台湾已经在1945年归还给了中华民国政府，我们呢实质的掌控到了今天。台湾的独立势力说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没有法律效力。美国也可以说台湾的地位并未决定。所以各方各有各的解释，都能从这些文件里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这就是法理模糊的后果。而这个模糊从1945年开始就埋下了今天中中台三角关系的种子。好，现在呢，我们把时间回到1945年的10月国民党来了。我们先看看1945年的台湾是什么状态战争末期，台湾已经高度的战时化了，农业产量只剩1937年的一半，
工业产出大幅下滑，煤炭从20万吨跌到1.5万吨。这代表着什么呀？电力不足，运输瘫痪。美国对台湾的空袭呢也非常频繁，高雄、基隆、台北的港口和工业区呢都被炸得很严重。期间估计造成了1.6到3万平民的死亡。物资短缺，米、布、肥料、燃料都要配给，黑市和配给票并存。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是排队挨饿，然后呢偷种地瓜。这是战争末期的台湾破败、疲惫、物资匮乏。所以台湾人特别期待是什么？第一就是和平，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被征兵征劳工。第二呢就是重建，把经济恢复起来，让大家呢都能吃上饭。第三就是尊严，不要再被当作二等公民。日本人统治了我们50年，台湾人一直是臣民而不是国民。现在祖国来了，应该会把我们当自己人了吧？而且呢，很多台湾的士绅对中国有一种文化想象，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他们祖先呢来自福建和广东，他们拜妈祖关帝，他们觉得自己和中国就是有连接的，所以国民党来了应该会比日本人好吧？至少我们是语言相通，文化相近这就是台湾人的期待。但现实呢？10月中旬，国民党的军队从基隆登陆，台湾人第一次看到祖国的军队，结果他们衣履褴褛，武器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纪律涣散，台湾人震惊了，这就是祖国的军队？而且这些士兵一登陆就开始抢东西，看到自行车拿走，看到手表拿走，看到日本人留下的物资通通拿走。台湾人开始怀疑，你这是来接收的还是来抢劫的呀？更糟糕的是，接收官员陈仪带来的这批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呀？不是建设台湾，而是分战利品。日本人留下的资产，什么糖厂、港口、铁路、房产、工厂，全部被定义为公产。但公产怎么管呢？变成了官员的私产。一些台湾人的回忆说，日本人的房子被国民党官员给占了，日本人的工厂被国民党官员的亲戚给接管了。我们以为这些会变成公家的，结果呢，只是换了一批人来吃。更致命的还是腐败。日本时代官员贪污是重罪，轻则免职，重则判刑。所以日本的官员呢，虽然严苛，但大多时候不敢乱来。而国民党时代贪污是常态，一个警察可以公开索贿，一个税务员可以多收3倍的税。为什么呀？因为整个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台湾民间有一句话说，狗去猪来。这狗是日本，虽然凶但守规矩，会咬人呢，它不会乱咬。这猪也就是国民政府，它只会吃，吃完了就拉，把地方弄得一团糟。这句话非常刺耳，但它精确地描述了当时台湾人的感受。更严重的问题还是经济掠夺。国民党来台湾要干嘛呀？表面上是接收日本资产，重建台湾，实际上是把台湾当成大陆内战的补给站。因为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需要钱，需要粮食，需要物资，从哪里来从台湾呀。台湾的米大量运往大陆，台湾的糖大量运往大陆，台湾的煤、木材各种物资全部运往大陆，支援国民党打内战。结果呢，台湾本地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到什么程度从1945年到1949年期间，物价翻了几千倍。一碗面1945年卖1块钱，到了1949年卖几千块，老百姓的积蓄呢全部化为乌有。而且暂时的配给制度本来应该取消的，结果国民党继续搞配给。为什么呀？因为配给可以控制物资，官员就可以从中牟利。一个台湾人回忆日本人时代虽然战争末期也很穷，但至少大家都穷。国民党来了以后我们更穷了，但官员呢更肥了。这就是1945年到1946年的台湾，经济不是在重建，而是在被掠夺。更致命的是，居然是语言和文化上的断裂。台湾人讲闽南话、客家话和日语，国民党官员讲什么？讲国语，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双方根本无法沟通。一个台湾人去政府机关办事，官员问你要办什么，台湾人听不懂，台湾人用闽南话回答，官员也听不懂，双方干瞪眼。最后台湾人只能找会讲国语的人来当翻译。但更糟的是国民党迅速推行国语运动，学校呢，那当然开始禁止讲日语，必须讲国语。台湾人的反应是，我们刚学会日语50年，现在又要学国语，而且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人根本不会讲国语回家以后就根本没法沟通。更讽刺的是，国民党官员对台湾人的态度也非常恶劣。在他们的眼里台湾人是什么？是被日本奴化的顺民，他们不够中国。一个国民党官员说这些台湾人讲话怪怪的，做事也是日本人那一套，完全不像个中国人。台湾人听了什么感受我们祖先从福建、广东来的，我们拜的也是妈祖和关帝，我们读的也是四书五经，你凭什么就说我们不够中国呢？
但在国民党官员眼里啊，中国的标准是他们定的，讲国语普通话才是中国人，接受国民党教育才是中国人，效忠蒋介石蒋委员长才是中国人。结果台湾人在这套标准下成了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而台湾人看国民党呢，也觉得这些人贪污无能蛮横，还不如日本人呢。这种双向鄙视啊，埋下了后面228事件的种子。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天马茶坊前，一个40岁的寡妇林江麦在街头呢贩卖私烟。什么叫私烟啊？就是没有经过专卖局的香烟。在国民党的专制制度下，烟酒火柴都是专卖品，私自贩卖啊属于违法。但为什么要有人卖私烟啊？因为专卖局的烟太贵了嘛，而且供应不足，黑市的烟呢它便宜，所以很多穷人呢买黑市烟。林江麦呢就是靠卖私烟养活2个孩子。晚上呢，专卖局的稽查员来了，看到林江麦在卖烟，上前没收。林江麦跪下去哀求：“这是我全部的本钱了呀，没收了我们一家就活不下去了。”稽查员不管，还用枪托打他的头。林江麦呢头破血流，围观的群众啊就怒了，开始包围稽查员。稽查员啊慌了，掏出枪朝人群开枪。一个旁观者陈文熙被当场打死，群众啊就炸锅了，追着稽查员跑，但稽查员呢已经逃走了。当晚呢，消息就传遍了全台北，国民党打死人了，为了几包烟打死了一个无辜百姓。第二天2月28日，群众啊聚集在专卖局门口，要求交赎凶手，赔偿死者家属，改革专卖制度。但专卖局不理，反而叫来了军警。军警啊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了数人。台北啊全城暴动。消息传出之后，台湾全岛迅速爆发，台中、嘉义、高雄、基隆到处都有民众上街攻击专卖局、警察局、官员住所，很多外省人啊都被打，有些人啊甚至被打死。请注意啊，这时候啊不是台独暴动啊，而台湾人喊的口号是什么？反贪官，要公平，要吃饭。没有人喊台湾要独立，他们要的呢也不是独立，他们要的只是被公平的对待。但为什么这么快就全岛爆发呢？因为啊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系统性积累的结果。在动机层面，台湾人的动机是什么呀？我们要尊严，我们要公平，我们要不被掠夺，要能吃饱饭。而国民党的动机是什么？稳定后方，榨取资源，支援内战，压制不满。这2个动机是完全对立，没有任何交集。而在系统层面，日本人留下的是规则严格但有效的系统，官员啊不敢乱来，因为呢会被惩戒。而国民党带来的是什么？腐败但高压的系统，官员可以乱来，因为没人管。台湾人以为啊换了统治者系统会更好，结果发现啊系统更烂，于是啊就来到了冲突层面，语言不通，文化断裂，经济掠夺，双向呢还鄙视。这就不是管理治理的问题了，这是2个系统完全无法兼容的结构性冲突。228事件就是这个冲突的第一次爆发，但不是最后一次。事件爆发后，台湾本省的土生知识分子啊赶紧出面，他们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他们想干嘛呢？当然是调停啊。一方面呢劝民众冷静，另一方面啊向陈仪提要求。他们要求是什么呢？其实呢是非常温和的要求啊，就是惩办凶手，改革专卖制度，让台湾人呢参与政府的管理，还有呢就是释放被捕的民众。请注意啊，这些要求没有一条是鼓吹陈仪独立啊，他们要的呢是改革，不是革命。他们还是认为啊可以和国民党讲道理。这陈仪表面上同意谈判，但私底下他已经给蒋介石发电报，说台湾发生了叛乱，请派兵镇压。结果1947年3月8日，国民党军队第21师从福建登陆基隆。接下来就不是平民暴动了，而是屠 S。 军队开始清乡。什么叫清乡啊？就是挨家挨户搜查，抓人枪毙，不审判。目标是谁啊？本省的精英，医生、律师、教师、记者、学生，只要是有文化的，只要是参与过处理委员会的，全部抓起来。为什么呀？因为在国民党的逻辑里啊，228是台独叛乱。虽然你台湾人要的不是独立，但国民党还不管。在他们眼里啊，你们不听话就等于你们想独立，就等于你们是叛乱，所以啊必须镇压，而且呢要去头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台湾本省的精英系统性的清除。因为这些人啊是台湾社会的组织者，是意见领袖，把他们清除了，台湾本省人就成了无头的群众，就再也组织不起来了。死了多少人啊？官方说几百到1000啊，民间估计是1万到2万，真实的数字永远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228事件之后，台湾本省的精英被系统性的清除，台湾人的本土力量被斩首，之后的台湾由外省人主导，本省人啊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228事件不只是死了多少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一道裂痕，
就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裂痕。在228之前虽然有矛盾，但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族群对立。228之后啊，这道裂痕啊彻底形成了。本省人怎么看外省人啊？他们是压迫者，他们来台湾只是为了掠夺，他们啊把我们还是当二等公民。而外省人怎么看本省人呢？他们啊是潜在的叛乱分子，他们是被日本洗脑了，不够忠诚，他们随时可能造反。这种相互猜忌啊，一直延续到近代。而228啊成了台湾政治的禁忌。在接下来的40年里，国民党戒严时期不能谈228，谁谈谁就是煽动叛乱，要抓要关要挨死。228事件被压在了台湾的集体记忆层里面，但压得越深，反弹啊就越强。到了1980年代解严后，228的议题呢，成为台湾本土意识的觉醒的原点，成了我们 vs 他们的分界线。好，现在啊，我们把视角啊转向另外一个默默登场的主角——共产党。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大陆呢，双方打得天昏地暗，但在台湾呢，共产党做了什么吗？是的，共产党也来了，他们是来呢做渗透。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早在日据时期，台湾啊就有共产党。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它规模很小，而且很快啊就被日本警察抓获了。领导人谢雪红等人呢，有些被抓，有些呢逃到了大陆。1945年日本投降后啊，这些人啊他又回来了。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重建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要在台湾搞地下党呢？因为台湾啊在战略上对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第一，如果台湾倒向了共产党，国民党就失去了后方基地。第二呢，如果台湾在共产党手里，对大陆东南沿海啊形成战略威慑。第三呢，是台湾如果赤化，会严重打击革命党的合法性，因为你国民党一直宣传收复了台湾嘛。但如果台湾反而投向了共产党，那国民党的脸往哪搁啊？所以啊，共产党必须在台湾布局。那怎么布局呢？当时台湾的情况是啊，国民党刚来，控制还不稳，但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啊已经开始运作了，所以共产党呢只能搞地下活动。他们成立一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呢台湾省工委，负责人呢叫蔡孝乾。共产党要想在台湾发展组织，靠什么吸引台湾人呢？有3样法宝。第一，还是得靠国民党的助攻啊。228事件之后，很多本省青年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他们觉得啊，国民党这么烂，还不如换共产党试试。共产党的宣传是什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土地归农民，人人平等，建立人民政府。这些口号啊，对刚经历过228的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第二呢，是阶级矛盾。1945年至1949年，台湾的贫富差距啊急剧扩大，国民党的官员和接收人员迅速致富，本省人呢却越来越穷。共产党说啊，你这叫阶级压迫，我们呢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建立一个穷人当家的社会。这对底层台湾人来说啊，有很强的号召力啊。第三呢，就是民族情绪。虽然台湾人不想独立，但他们对国民党的外省人统治非常不满，而共产党却说啊，我们是人民政府，不分本省外省的，只要是被压迫的都是我们的同志。这就打破了族群的界限，让一些本省的青年觉得共产党可能真的不一样。所以1946年至1949年期间，台湾的地下党发展的非常快，高峰时期啊，大概有几千名党员，分布在学校、工厂和农村。但问题是啊，台湾共产党的力量呢始终很弱，因为毕竟台湾是个岛嘛，和大陆呢隔着130公里的海峡，共产党在大陆的支援很难送过来，什么武器啊、资金、人员都过不来。所以台湾的地下党呢，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再加上啊，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呢，比大陆严密得多啊。在大陆呢，国民党忙着打内战，很多地方鞭长莫及。但在台湾啊，国民党可以集中力量搞特务统治，保密局、警备总部、调查局3套系统盯着台湾，任何可疑的人都会被监控。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啊，台湾本地呢没有革命的传统。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讲过了，台湾从来没有建国的能力。清朝时期的叛乱都是小规模的、分散的，从来没有成功过。日本来了也是对抗侵略者，所以台湾人啊对革命这件事没有经验，也没有那种组织性。所以地下党发展党员啊，很多人呢是出于情绪，不是出于信仰。这一旦被抓啊，就容易被招供。1949年5月，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给抓了，他可是台湾省工委的书记啊，也就是台湾省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被抓以后，很快就招供了，把整个地下党的组织结构全部供出来了，名单、联络方式、藏身地点全部都说了。那为什么他会招供呢？因为国民党啊用了亲情压力，保密局把他的老婆孩子给抓了，当着他的面严刑拷打。蔡孝乾呢受不了了，投降了。他投降后，台湾的地下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被抓。1949年到1950年期间，几百名台湾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被捕，大部分啊被枪决，
少数投诚的成了国民党的线人，台湾的左翼力量被彻底打掉。从此之后，台湾再没有左派的空间。国民党把左派、共产党、叛乱3个字完全等同起来，谁讲左派思想，谁就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谁就是叛乱，要抓，要关，要挨死。好，现在呢，我们把时间轴往前稍微推一点。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1月份，北平和平解放；4月，南京失守；5月，上海失守；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国军败的比抗日时期还快了 N 倍。蒋委员长就这么败了，但他要往哪里撤呢？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呢是海南岛，但太近大陆呢不安全，而且1950年海南岛也很快失守了。去西南吗？去云南还是四川也守不住，共产党呢会打过来。难道去缅甸和越南？那是外国，没有主权呀。最后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台湾，因为台湾是个岛共产党当时没有海军，攻不过来。1949年，共产党试图攻打金门，结果呢打输了，这就是著名的古宁头战役共产党的登陆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证明什么呀？证明那时的共产党暂时没有能力打过台湾海峡。另外呢，台湾有日本留下的基础设施，有铁路，有港口，有工厂，有电厂，虽然被战争破坏了一些，但基本框架还在，比大陆很多地方条件好多了。再就是呢，台湾离大陆很近，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攻他觉得共产党的政权不会稳定的，他迟早会垮，到时候呢他就可以反攻回去。所以台湾对蒋介石来说它不是个家园而是个临时基地。1949年12月，蒋介石从成都飞到了台湾，这就是他最后的撤退。他带来了什么？60万的军队，200万的外省人，还有大量的黄金文物和档案。台湾当时人口是600万人，突然涌入了20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人口增加了1/3，而且这200万人里面大多是军人、官员和他们家属，他们可不是来建设台湾的，他们是来避难的。他们的目标是反攻大陆，台湾呢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可不是家。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我们是外省人，我们的家呢在大陆，台湾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等反攻成功了我们就回去。这种心态造成什么外省人和本省人彻底形成了2个平行社会。外省人住在眷村，讲国语，吃北方菜，听京戏，认同中华民国；本省人呢住在本体社区，讲闽南话、客家话，吃台湾菜，听歌仔戏，认同台湾。两边几乎不往来，而且权力结构完全由外省人主导，政府、军队、警察、学校，所有重要的位置都是外省人，本省人呢被全面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即使有本省人当官，也只能当个地方小官，省级以上的位置全是外省人。这种结构不就是另类的殖民结构吗？荷兰、郑氏、清朝、日本都是外来的政权统治台湾，国民党也是，只不过呢，国民党的统治它更彻底，因为国民党把整个政权都搬到台湾来了。现在呢，我们就要拆解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问题：今天的共产党和1945年的国民党为什么如此相像？我们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知道今天的台湾为什么会那么恐惧老共了。我们先来看国民党1945年来台湾他们的动机呢，不是为了台湾人，是为了反共基地。台湾是工具，不是目的。他们的态度呢，台湾人不够中国，需要被改造、被教育。他们的行为要掠夺资源，要压制本土力量，用高压手段维持统治。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今天对台湾，他们的动机呢，也不是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台湾是目标，也是目的。他们的态度呢，是台湾人被台独势力洗脑了，需要被解放、被统一。他们的行为呢，是军事威慑、经济施压，用一切手段阻止台湾独立。所以大家发现了吗？这两套底层逻辑几乎一模一样都把台湾当成工具，都认为台湾人呢需要被改造，都要用高压手段。唯一区别的是国民党当年呢已经占领了台湾，而共产党呢现在还没有。但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会怎么做呢？台湾人其实很害怕，也很担忧，因为有可能老共会和国民党1945年一样甚至更严厉。因为今天的共产党比当年的国民党更有能力、更有组织、更有控制力。但问题就来了，共产党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1940年代的共产党批评的是什么呀？他批评的就是国民党独裁，批评的就是国民党的腐败，批评的就是国民党的压迫。他们说我们要建立人民政府，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要反对一党专政。1946年新华日报的社论就说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人民没有发言权，那就不是民主这听起来很美好那为什么今天的共产党和当年批评的国民党变得一模一样的呢？具体的分析呢，
老查呢已经在革命党的摸石过河系列里已经介绍了，这里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在动机层面，1940年代的共产党动机呢是夺权，所以他们要批评国民党，要争取民心，要建立更好的政府形象。但1949年之后，动机变成了保全，一旦掌权，优先级可就变了，不是让人民满意，而是让政权稳定，所有威胁政权的力量都要被消灭。而在系统层面，共产党在1949年继承了什么？继承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个帝国运作了2000年，它的逻辑就是天下必须统一，分裂就是乱，所以必须大一统。共产党虽然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外壳，但内核还是这套帝国逻辑。台湾呢，在这套逻辑里是个分裂的省份，它必须得收回去，否则大一统就不能完整。而这种内核的政权台湾人早就在1945年、46年开始就体验过了。毕竟好不容易用了几十年，才把国民党改造成了今天如今眉清目秀的模样。所以在权力层面，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面对的是什么？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一个复杂的利益网络。要维持这个系统就必须控制思想，压制异议，用高压手段维持秩序。这和当年国民党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共产党从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不是因为他们邪恶，而是因为任何掌权的政党在这套系统里都会变成恶龙。这就是个纯粹的系统逻辑。而台湾人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228事件、白色恐怖、戒严38年，他们知道外来政权统治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们看到共产党和当年的国民党一模一样，甚至更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控制力时，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是不需要被洗脑的，是基于经验。我们简单看几个对比228事件和64事件，他们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看看当下，戒严 vs 防火墙。国民党在台湾38年戒严，控制言论、出版、集会；共产党在大陆几十年的防火墙，控制网络媒体思想。台湾人看到大陆的防火墙，想起的是戒严时期同样的逻辑吗？思想控制是维持政权的手段。而最刺激台湾人的还是下面这些例子。国民党在台湾之前系统性的清除异议分子，共产党在新疆搞再教育营，共产党在香港搞国安法。虽然上面这两个地方有很多信息也确实被西方的媒体放大，但台湾人看到新疆和香港，他们看到就是如果我们被统一，我们的下场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台湾人的恐惧不是被统一本身，而是被当年国民党那样对待，甚至被更严厉的对待。因为今天的共产党比起当年的国民党更有能力控制社会，监控技术、大数据、人脸识别、社会信用系统，这些工具国民党当年可没有但共产党今天他有了。如果共产党用这些工具来统治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台湾人根本不敢想所以台湾人的独立意识本质上是恐惧，恐惧再一次被外来政权统治，恐惧再一次经历228事件，恐惧失去他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由。这都不需要台独势力的洗脑，这就是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性判断。所以今天的独统之争根源它就在1945至1949这4年。我们来回顾一下简单来说，第一是法理模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合约都没有明确解决台湾的主权归属，这给了中中台各自解释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国说我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独立派说台湾的地位尚未稳定。二是228事件的创伤，228事件以及后续的各种国民党在台的治理，造成了外省 vs 本省的裂痕，这道裂痕变成了独和统的基础。外省人认同中国，本省人认同台湾。虽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统，也不是所有的本省人都独，但这个大致的分野就是从228开始的。第三就是国民党的再殖民了。1949年200万外省人涌入，形成了外来政权的结构，本省人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种结构强化了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而这个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最后，这还是共产党的未竟之业。1949年共产党没能拿下台湾，所以统一成了未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任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难完成，因为台湾已经慢慢长出了自己的主体性了。好，今天我们拆解了1945至1949年这4年是中中台三角关系的起点。国民党来台湾不是为了光复，而是为了再殖民。台湾人从欢迎到绝望只用了1年半。228事件是系统性冲突的第一次爆发，外省 vs 本省的裂痕从此形成。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第3个主角登场，但因为没有海军，暂时无法攻台，只能搞渗透，但渗透也失败了。蒋介石带着200万人搬到了台湾，把台湾当作反攻基地，而这个临时基地最后变成了永久居所。
三个主角从1949年开始陷入了一个三角僵局。这个僵局在结构上无解，因为三方的动机完全无法兼容。而今天的独统之争根源就在这4年，但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之后，台湾进入了戒严时代，这就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38年，白色恐怖、威权统治、思想控制。但也正是这38年里，台湾的本土意识慢慢觉醒，从我们是中国人到我们是台湾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为什么会比大陆更独裁？而共产党在这38年里对台湾又做了什么呢？下一集我们来拆解1949至1987白色恐怖与本土意识的觉醒。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节目有价值，请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让更多人理解中台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